说实话，真没想到啊，这档过去连公务员都嫌无聊的定存股，今年居然彻底苏醒了。这几个月营收那种夸张的跳增幅度，简直就像是换了一家公司一样。从财报的底层逻辑来看，台积电确实已经脱胎换骨了。这绝对不只是单纯的营收数字在跳动，而是一场极度精密的资本与控股全布局。它等于是从一个本来看天吃饭的工程包商，直接摇身一变，晋升为掌握庞大现金流的能源巨兽。好，在切入重点前，我一定要先说，如果3月份有看我们上一期台积电影片的朋友，恭喜大家，我们上涨不害怕，下跌不恐慌。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一波，不管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，请先帮我订阅、按赞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影片。大家最关心的核心问题绝对是台积电未来每季 EPS 到底能不能延续这种爆发力？要回答这个，我们得先拆解这600%营收暴增背后的秘密，它到底怎么从总包工头变成不可替代的电力调度大房东，又要怎么吃下台湾未来10年 AI 用电激增的红利，一路杀到国光2期117年底商转？我们今天就来深度解析。马上进入第一部分，能源巨兽的诞生，来看看它怎么从小股东变成大房东。回顾一下历史轨迹，从民国81年成立以来，他一直乖乖扮演着小股东的角色，领业外分红。但现在格局完全翻转了。宏观来看，他从早期的气电共生过渡到投资民营电厂，也就是 IPP， 到现在更是直接插手经营，掌握了实实在在的现金流。甚至连跨业投资、持有高雄巨蛋 8% 股权这种布局，都只是他庞大版图的一小角。而真正的核弹级分水岭，就是落在2026年的1月，也就是民国115年。这个时间点宣告了3家民营电厂正式并表。关键就在这张图上的数字，森壩持股增至 62.5%， 新能 60%， 新源 64%。只要跨越这 50% 的控股门槛，会计准则上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意味着这3家大型燃气电厂的营收与现金流，从今年1月起，必须全数并入母公司的合并财报里。它不再是领分红的配角，而是掌握全局的直接经营者。这也直接带来了第一季营业活动净现金流入高达21.6亿元的惊人表现。接着来看第二部分 ，AI 浪潮下的刚性价值。为什么满手的燃气机组现在反而是最强护城河？你可能会纳闷，现在大家不是都在喊绿能吗？为什么台积电手上满满的燃气机组反而身价暴涨？这就要具备 AI 用电急增的全局观了。随着 AI 算力大爆发，夜间的尖峰负载成长了 2.1%。绿能虽然环保，但要应付这种瞬间超高强度的刚性用电，电网迫切需要的是能快速升降载的救援投手。具备高容量因数的燃气机组，就是目前无可取代的终极解方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敢积极研议118年起 PPA 合约到期后的续约。你看它这5大核心事业，民营电厂、气电共生、再生能源、电力工程 EPC， 还有绿能售电服务，根本是完美的电力防护网。工程方面，不但包下离岸风电路上变电站统包，汉宝方院风力也取得5座风机施工许可，大屯山地热更进入第2阶段钻探。而在绿能售电这块，挟着风光水3合1的转供优势，累计转供已经突破 9.4 亿度了。再来看看进度，大原厂煤转气的时程表真的非常有看头。115年3月，废热锅炉改造上转，第3季燃气富雄安就要商转，到了第4季燃煤锅炉全面退场，这节奏完全是冲着 AI 算力中心庞大的用电客户群去的。另外，气电共生事业的关田厂导入了废代煤与 SIF 混烧技术，重点来了，因为自主减量计划通过，它的碳费直接从每吨300元跳水降到50元，在微观的护城河上，这可是实打实硬碰硬的成本优势。第3部分，会计魔法与财务数据，我们要来拆解这暴增的数字到底多少是吃补，多少是真材实料。来，最刺激的来了，第一季财报一开出来，单季营收冲上 137.05 亿元，暴增 598%， 单季 EPS 2.11 元，营业净利 11.58 亿，增幅是超扯的 961%， 期末现金更是一口气冲上 97.9 亿元。市场第一眼看到这数字绝对吓疯，但是作为专业的数据控，我们必须冷静。营收暴增是因为并表，但资产负债表上突然跑出来高达 110.83 亿元的非控制权益，这怎么回事？其实这很正常，这代表的就是那3家并表电厂里其他股东的权益。重点根本不在这100多亿，而是台积电现在能支配整个集团近800亿的资产规模。另外，透过将旗下 IPP 电厂25年的 PPA 资本化为高达 385.7 亿元的应收融资租赁款，它非常完美的把未来的长期售电收益给平滑稳定下来了。
不过，聪明的散户一定会立刻抓到一个毛病：并表之后，毛利率从114年高点的15%掉到了11%，这难道不是一种获利稀释的警讯吗？说真的，这就是标准的只见树木不见林。你要对比的是13年以前，平均其实只有9% 的毛利率结构。更关键的是规模效益，在绝对值面前，11% 的毛利率乘上137亿的巨大营收，带来的净利飞跃，绝对远比你单纯去追求一个高毛利率的百分比来得有意义太多了。进入第4部分，拨开一次性利益，让我们用数据还原它真实的常态赚钱能力。既然绝对值大增，那我们就来无情的精算一下，扣除掉会计上的一次性利益后，台积电会不会被打回原形？这就是看财报最爽的地方。我们先拿归属母公司净利15.44亿，扣除2.59亿的廉价购买利益，包含新元、新能、生霸买的便宜的部分，再扣除重新衡量原持股产生的6.3亿元处分投资利益。这样一扣，合计8.89亿的一次性利益没了，常态性净利剩下6.54亿。接着考量到5月20日完成的1亿股现金增资，股本从73亿膨胀到83亿，我们把分母放大，除下去之后，第一季的常态性单季 EPS 其实是落在0.79元。但你别忘了，并表是在1月9日完成的，1月漏记了10天呐。如果还原3个月完整并表，常态单季 EPS 基值大约会上升到0.87元。这数字依然远远碾压去年同期的0.48元，这底气听起来就踏实多了吧？而且接下来才是重头戏，发电业真正的黄金期。从5月16日到10月15日，台电的下月电价正式启动，这对发电业是极大的催化剂。从历史数据来看，下月获利通常会季增15% 到20%。如果用0.87的基值去推算， Q2 和 Q3 的常态季度 EPS 是非常有那个动能去挑战 1.0 甚至 1.1 元这个区间的。第5部分资本布局的承诺，我们来残酷检视一下经营层到底有没有跳票。获利算得再漂亮，经营层的执行力才是根本。我们拿放大镜对比一下今年3月和5月的法说会，看看公司画的饼到底多大程度实现了。先看达标跟超标的，4月合并营收67.87亿，年增532%，续创佳绩；32.73亿现增顺利募集完成，现金股利配发2.4亿元，发放率高达91%。绿电转工度数短短2个月从8.5亿冲到9.4亿，表现确实亮眼。但是原本预计开发的乌山头2期水面行光电案却决议停止开发，海外菲律宾案也评估退场，这算跳票吗？客观来说，这更像是战术性的策略止损。在资源有限下，公司果断把重心转移到回报更高的集载项目。你看看高达400亿投资的国光2期扩建案，不但取得许可全面动工，还维持117年底商转的目标。这种把资金狠狠砸在刀口上的魄力，才是决定未来基本面的关键。最后第6部分，100亿诉讼风暴，我们要直面最尖锐的潜在风险与资金谜团。就算蓝图再完美，我们也不能装作没看见房间里的那只大象。来，直球对决，台电以联合行为对这几家电厂索赔高达95.43亿元，森霸42.57亿，新能24.89亿，国光24.9亿。最惨的是，最高法院已经废弃了原有的有利判决，发回更审。台积电现在期末现金是97.91亿，万一最坏的情况发生，这笔100亿诉讼难道不会直接把现金储备给吸干吗？这个风险确实极具杀伤力。但从财报实务面来看，因为案件还在更审，法律结果未定，所以公司目前并没有提列负债准备，这会是一场漫长的法律消耗战，像颗未爆弹，但在最终判决出炉前，还不至于立刻引爆现金断裂的危机。那资金操作的矛盾呢？负债总额飙到506.74亿，负债比高达64%，单季借款利息暴增到1.48亿。结果公司一方面维持91% 的高配息，把钱发给股东，另一方面又办理现金增资向股东拿钱，这不矛盾吗？而且整天喊绿呢，结果单季高达87.7% 的营收全都是靠天然气。其实如果你懂公用事业，这反而很合理。负债比64%，在重资本的 IPP 行业极为正常，而且流动比169%，速动比143%，显示短期还钱完全没问题。一手配息，一手现增，是为了满足存股族对殖利率的期待，同时吸纳新资金去建置国光2期。至于87.7% 的燃气营收，这恰恰说明了在绿能转型的阵痛期，燃气才是那个能产生庞大现金流、支撑未来纯绿能开发的绝对基石。所以这真是一个考验全局观的难题。面对 AI 数据中心无可避免的爆发性用电需求，台积电手握无可取代的燃气机组与电网调度王牌，但同时头顶上又盘旋着100亿诉讼的乌云，以及64% 的负债杠杆。
这究竟是值得逢低布局的买点，还是暗藏危机应该立刻避开的悬崖？当115年第2季、第3季的下月电价财报开出时，一切的解答都将在数字中现形。在 AI 刚性用电与法律诉讼的双重拉扯下，接下来的每一步绝对值得我们持续紧盯。